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新剧《唐宫奇案》预告片3小时破亿播放。网友：这质感比唐鬼还狠。2月5日央视开播能成年度黑马吗？当优酷在1月27日上午毫无预兆地释出《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》首支预告片时，整个古装剧市场仿佛被瞬间点燃。短短1分48秒的视频，没有提前铺垫热搜，没有明星轮番转发造势，却在上线3小时内播放量突破1亿，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前3，评论区涌入5万多条实时互动。有人惊呼这质感比唐鬼还狠，有人催促别放预告了，赶紧开播，甚至还有观众半开玩笑的留言：要是敢烂尾，我就去大理寺击鼓鸣冤。这种近乎失控的传播速度，与其说是平台营销的胜利，不如说是观众对高质量古装悬疑内容长期匮乏后的情绪释放。经历过多轮高开低走的失望之后，市场终于等到了一部在气质上明显不同的作品。剧集的开篇极具冲击力，上元佳节，大唐宫廷灯火辉煌，宁远公主在夜宴上离奇暴毙，死时嘴角含笑，手中紧握一枚染血的玉笏。她临终前留下一句：15年了，他们回来了。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深埋15年的禁忌往事。公主之死串联起6个环环相扣的单元案件，包括壁上花、血色天姿及时密文7星错等，而所有线索最终指向15年前女主角李佩仪家族灭门的悬案。壁上花案中，后宫墙上每隔3日便出现一朵血绘牡丹，每次花现必有一名妃嫔离奇疯癫，而及时密文更显诡谲。权贵之女大婚当日，喜轿内的新娘竟变成一具穿着嫁衣的骷髅。这些案件不仅营造了悬疑氛围，更暗喻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挣扎与反抗。例如冥婚案揭露了活人陪葬的陋习，医女案控诉了性别歧视对人才的埋没。白鹿饰演的李佩仪彻底颠覆了古装剧女主的传统形象。她是内业局正4品侍卫官，武力值爆表，擅长洞察人心，手持唐横刀与锁链刃，一招一式干净利落。预告片中，她双手握刃，血线划过虎口，眼神锐利如刀。鬼神，我比鬼神更可怕。这种疯批美人的设定，让观众直呼终于不是等男主来救的小白花。王星越饰演的萧怀瑾，则以其白发造型和谋士气质惊艳观众。作为太史局太史丞，他精通星象历法，能通过星盘推演案发时辰，是探案团队的智慧担当。剧中，他与李佩仪的关系被制片人形容为剑与鞘的组合，李佩仪是锋利的剑，萧怀瑾是沉稳的鞘。两人的情感并非甜宠套路，而是在生死案件中淬炼出的价值观契合。从互相猜忌到并肩作战，王星越用微表情演绎了暗恋的极致。白鹿受伤时，他递药的手指离他掌心0.1厘米停住。夜探现场，火把的光悄悄偏向他30度。导演尹涛代表作《锦衣之下琉璃》对唐代美学的还原近乎苛刻。剧组斥资搭建唐宫9重门，连群演宫女的携红妆都经历史学者考证。剧中蜡烛燃烧的时间均精确计算，确保与虚实3刻的案件发生时间完全吻合。道具组更是考9档狂喜，宁远公主寝殿的罗甸铜镜依附刻字法门4的公文物。青楼案中的花鸟屏风直接采用新疆阿斯塔纳木的唐代壁画元素。视觉上，
剧集摒弃西式悬疑的血腥直白，转而深耕中式恐怖美学，写手印窗棂、灵幡纸钱、铜铃鬼音这些意象没有刻意惊吓，却营造出直击心底的压迫感。更绝的是光影运用导演尹涛提出光是窥视、影视隐秘的真相，团队极致利用烛火、灯笼等唐代光源，在演员脸上塑造出善恶难辨的动态阴影。截至1月29日，《唐宫奇案》之轻雾风鸣全网预约量已近300万。这一数据背后，是央视8套的定档加持剧集将于2月5日登陆央8黄金档。央视的选择向来注重剧集的社会价值，而《唐宫奇案》的女性视角与历史厚度显然符合其标准，市场热度也转化为商业价值。白鹿同款唐刀积木在预告上线37分钟后售罄。王星越的台词“你相不相信鬼神被某导航牵成语音包”，品牌方的迅速入场，印证了这部剧的爆款潜质。尽管预告片收获一片喝彩，但网友的担忧同样尖锐，别又高开低走，求千万别烂尾。毕竟，古装悬疑剧曾多次让观众失望，前期吊足胃口，后期却沦为边查案边谈恋爱的俗套。唐宫奇案能否避免陷阱，关键在于它能否坚持案件为核心的叙事。从目前释放的信息看，编剧孟阳代表作《三体终极笔记》确实将主线案件与单元案件紧密交织，且每个案件背后均有对唐代社会问题的反思。但真正的挑战或许在于，当观众已对唐朝诡事录的街巷鬼谈模式产生审美疲劳时，这部将舞台彻底锁在宫墙之内的作品，能否用更封闭的空间创造出更极致的悬念？他承诺的女性视角究竟会是深刻的叙事革新，还是流于表面的标签？从预告释放出的完成度来看，《唐宫奇案》已经具备爆款结构，强钩子开局，女性视角革新，双主线人物配置，高规格制作体系与央视背书。它未必能复制唐鬼的全民热度，但极有可能开辟出一条宫廷悬疑细分赛道。如果正片质量稳住，这部剧不仅有机会成为春节档后的现象级作品，更可能重塑观众对古装悬疑的期待标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2月5日开播，你会为《唐宫奇案》按下追剧键吗？